大多数的人都快要吃不起饭了，或者说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，你信不信？你别觉得我在危言耸听，我有一个做商户贷的客户，去拉了一下他的后台流水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在22年、23年的时候，大家支付方式大多是微信支付、支付宝支付，或者直接是银行卡。到了24年下半年，最多的是什么？信用卡、花呗。这个客户是在写字楼地下开饭店的，数据还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。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？就是大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，都在借钱吃饭。一家工厂在招聘员工时，工作人员遇到一位应聘者，他说一连2天都没吃东西了。工作人员当即伸出了援手，帮他解决了眼下的燃眉之急。你多少年纪了？你45了？怎么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了？1分都没有啊？还剩几块钱，就几块钱了。这要是找不到我，你是不是饿死了？那这就想办法。啊，你是个厉害人物啊！你这样子啊，这是我本人送给你的，你等一下去吃个饭，吃完饭了再说，好吧？至于你进不进得了厂，能不能给你份工作，我也不知情哈。一位博主遇到一件事让他很感慨，他说很难想象到今天还有人困难到吃不起饭。今天中午呢，我在重庆北站的火车站附近吃饭，坐我旁边的呢一个大叔，一直盯着我随手带的几个橘子在看。我看他呢也没有点吃的，就接了一杯人家店里面免费的开水喝。后来他就凑过来跟我说话，他呢不是川渝这边的，说话我听不懂啊。他连续重复了3遍，在他说完第3遍以后，虽然说我还是没有听懂，但是我猜出了他的意思。我就问他，你是不是想吃我桌子上的这几个橘子？他点了点头。我呢就把桌子上所有的橘子都给他了，又给他点了一份餐。博主说，这几年他遇到过一些要钱的乞丐，但是没有遇到过只要吃的。他感慨道，众生皆苦，生活不容易啊。您觉得生孩子的话生几个比较好？不生，不生，那您推的是你孩子假吗？一个就够了。现在年轻人生孩子的话生几个是最好？我觉得不生孩子最好的，因为现在生育压力太大了。如果能生孩子的话，生几个是最好？对吧？生几个孩子比较好？0吧。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，反映出年轻世代对未来的集体焦虑。尽管政府推出了各类的生育津贴，却难以消除青年人因为高房价和工作不稳定所面临的现实压力。在缺乏社会保障与生活稳定性的情况之下，生育不再是自然的选择，而成为一种风险判断。对于女性而言，更要面临职场的歧视、育儿负担与自我发展的多重压力。越生越宠，越宠越生，可能说的就是我这种家庭吧。我33岁生活在农村，就生了4个孩子。很多人说你怎么敢生这么多？家里面有矿吗？有财产要继承吗？其实都没有。我原生家庭是普通家庭，我老公家也是普通家庭。我目前全职带娃，没有工作。我老公1个月就几千，却养活4个孩子。我公公在家附近做点零工，赚点生活费。博主说，虽然老公挣得不多，但好在他们没有房贷，也没有车贷，有4个孩子，虽然压力比较大，但是他说呢，咬咬牙把心态放好，一家人齐心协力，相信也会越来越好的。过去很多家长都说供不起孩子上学了，而现在居然还有人说供不起孩子上班了。孩子已经上班挣钱了，怎么还要花父母的钱呢？咱们来以一个孩子毕业在北京为例，咱们来看一下他的收入。想想一个毕业生刚毕业在北京5000块钱很正常啊。咱们看看他费用，租房、水电、交通、吃饭，这些还不算人情往来这些东西，最起码要到8000块钱。房子还得说是和别人合租，还不能说自己租房子。这些七七八八加起来就要大的8000块钱，所以说他挣5000，您还要给他贴补3000。上学的时候2000块钱生活费就够了，但是毕业之后上班了，您却要贴的更多了。博主说，这些还不包括他将来要娶媳妇，还要买房买车。如果在北京买房安家的话呢，把所有的家底都掏空了，也付不起一个首付。现实就是这么的扎心。所以说，养个孩子真的是不容易。
你生活费，读大学的生活费，对吧？我就是最多出到1500块，好吧？你不要攀比。1500，对。我跟你说我不同意。你想一想，就是要3000块钱，我在大城市，我要化妆品吧，我要吃水果吧，我要做指甲吧，我还要买衣服吧，那些七七八八的，哪里也值1500。你一个女孩子18岁去读大学，你做什么指甲？吃水果适当的买，1500有50块钱一天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女孩赌气地说：“我说3000就3000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去跟爷爷奶奶商量，叫爷爷奶奶给我1500，然后你再给我1500。”爸爸生气地说：“爷爷奶奶退休金加起来还不到2000块钱，你还好意思跟爷爷奶奶要钱？老爸工资才6000块，要给你3000块，咱全家还怎么生活呀？自己家是什么样的经济条件，你还没有数吗？”爸爸告诉女儿不要跟同学攀比，年纪轻轻的就过于追求虚荣，并不是一件好事。这位博主说，他已经感受到了生2胎的压力了。暑假才过了一半，他已经花掉了3万块钱了，给孩子矫正牙齿花了17000，报个大班课花了好几千，出去穷游了一下花了几千块。我还有2胎，还小，现在花不了多少钱。我大的上初中，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钱啊已经不经用了。接下来培训班1节课不是几十块了，是几百块。这个压力大的一比啊，你看这头发都白了，30几岁啊。等到儿子大了，上初中了，我靠，这钱不知道怎么赚啊，根本赚不过来啊。能生1胎的就生1胎，不要生2胎了。家里有矿的，那你就生2胎。愁的我，我说我家1个月开销是8000块钱，很多人说太夸张了。我给你看看，光一个孩子1个月就花多少钱吧。这是这个月刚交的托费和餐费，1个月是2300。这是上个月刚给他买的一辆车，出去小区里玩，所有小朋友都有，就给他买了一辆。这个是430，还没有买贵的。这是给他买的书，从小到大这个宝宝巴士的书基本上都买全了，平均1个月也要100-200吧。还有这种小朋友认字的 APP， 一年充个会员费都150。还有就是打疫苗，你看这个疫苗本密密麻麻的，那个自费的基本上从100到300不等。博主说，他自己19.9块的拖鞋穿了3年了，而小孩呢？平常带他出去玩，他骑个鹿呀，骑个恐龙呀，玩个玩具呀，吃个糖葫芦呀，这些加起来每次也都得几十块钱，1个月总得出去4-5次。这些七七八八的费用加起来，小孩子1个月要花3000多块钱，可真所谓是吞金兽。现在不少男人连家都快养不起了，你敢信吗？中金调查显示，全国14亿人里，月薪超2万的仅70万。博主说，有个劳动供养率的说法，美国一个工人平均可以供养4.8人，德国能养6.8人，而中国多数人勉强能养得起1.1人。身边的程序员月薪8000算高了，可扣完房贷、车贷，再算上孩子学费和辅导班，最后只剩2000块。妻子想买套500块的护肤品，犹豫半年都舍不得。要知道，国内90%男性月薪没到5000，连个税起征线都够不上，一家老小的开销全靠这点钱，根本撑不了多久。以前父母月赚1000能养全家，现在月入过万，人紧巴巴。这位女博主说，她以前在汕头老家的时候呢，总是听老一辈的人说养女儿没有用，当时她听了很不爽。后来她嫁到外地，现在再想想这句话，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我们从出生到长大，基本都是父母在花钱养育我们。那我们会赚钱了，我们一般都嫁人了。当你嫁为人妇的时候，你就是过去照顾别人了。所以你既要当妈妈，你也要当媳妇。不要天真的觉得只要娘家有事，我都能马上回去。也得看你嫁的是什么样的家庭，还得看你嫁得远还是近了。你还有小孩呀，是婆家这一边，只要公公婆婆不舒服，作为儿媳妇就得马上照顾公公婆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女人最好的一生都是给了婆家，最亏欠的当然是自己的娘家了。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自己的父母。对于博主的观点，一位广东的网友表示不认同。他说，我爸妈3个闺女，2个姐姐对父母怎么样我管不了，但是我必须要给我爸妈买房养老，生活费按时月月到账，生病我也必须去照顾。别人儿子能给父母买的，我也得让我爸妈有。老公还必须支持和理解，因为那是生我养我的人，就如同我老公对他父母付出多少我都不阻止是一样的道理。有没有白养完全取决于女人自己的选择。当你一开始就把养父母当成一种不可违背的原则，你的老公自然会遵守，不然的话，女儿不孝顺，女婿也不会尊重你的父母。那么穷，
还要生3胎，这是我在评论区看到最多的评论。谁规定说工资8000就不能生3个孩子呢？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穷有穷的养法，富有富的过法。我们家3个孩子，虽然没有让他们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，但在吃穿方面，我们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们。只要他们想要的，我们都会尽量去满足。我们既没有让他们缺吃少穿，也没有让他们缺少教育，更没有让他们成为留守儿童。这些年，不管我们走到哪，都把3个孩子带在身边。之所以生3胎，就是想儿女双全，不留遗憾而已。博主说，在东北县城生活的小两口，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，养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。他还算是幸运的，因为爸妈都退休了，平时接送孩子上幼儿园，晚上哄孩子睡觉都是爸妈帮忙，而孩子很多费用都是他爸给拿的。如果说30岁的小两口正常上个班，一个人一个月挣个4000多，8000多块，再加上父母没退休，没人给哄孩子，再雇个人，其实这个经济压力是很大很大的，很难负担得起的。后期上了幼儿园也不算太便宜，一个月光幼儿园就得1000吧。所以养小孩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生活开支。博主说，有的小两口有了孩子之后呢，矛盾就加剧了。比如说晚上孩子睡醒了开始哭闹，但2个大人白天工作了一天，都很累很想睡觉，但孩子哭闹的总得有人管。所以说大家得想好了，今后能不能够应付这些生活琐事，经济上能不能负担得起，然后再生小孩，一定要谨慎行事。一位大爷在接受采访时，当被问到养儿能不能防老时，他说不能，只能靠自己，谁也靠不住。现在我的情况是我还要帮助儿女嘞，小孙子我得带呀，马上面临的小升初择校10几万块钱，儿子拿不出来呀，得有我给他贴补他呀。我们也不希望儿女孝敬我们，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孝敬我们，他连他自己有时候顾不住你像房子是我给他买的，车是我给他买的，这不都是我的养老金吗？爸，你说你这辈子没生儿子会有遗憾不？那遗憾啥呀？这不现在有个闺女不挺幸福吗？爸爸妈妈这点能力啊，只能照顾你一个孩子，培养你一个孩子，能给你提供最好的教育、最好的生活环境。假如说你真有个弟弟妹妹的话，我和你妈哪有精力始终陪在你身边啊，始终照顾你呀？他退休了也得挣钱去贴补家用啊，是不是？老公每个月7000左右的工资，供着3000多的房贷，还要养2个孩子，我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大家好，我是个全职在家带2个孩子的妈妈，每个月的生活费我控制在1000左右。自打消费降级开始，一日3餐我都控制在35块钱左右。我们一日3餐都在家做，今天买了5块钱的面，因为老公在工厂吃，就我跟2个孩子吃，这就是我们的一顿。衣服不会经常去买，不怕你笑，3年前的衣服我都还在穿，我又觉得穿着舒服就行，只要干净整洁，也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好多事情自然就会放开了。博主说，在他们家1个人挣钱，4个人花。他买东西有自己省钱的办法，比如晚上会去超市买打折的蔬菜，只要每个月合理规划好，基本上是够用的。像我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，更要学会如何的花钱。育儿成本正悄然成为年轻家庭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。普通的一家3口在沈阳这种2线城市，2岁小孩子1年花销大概是多少钱呢？这个博主给算了一下，大概要花26000多块。目前小孩是21个月，现在是纯奶粉1个月大概2罐，1罐是150，一年就是3600。尿不湿呢，用的就是那种最普通的，1个月大概是300块钱，一年也是3600。小孩的零食、辅食、玩具、衣服，各种杂七杂八的，大概加起来一年要9000块钱。孩子的疫苗我们只打了免费的，所以说这个花费是0。小孩如果有点什么小感小冒的，一年大概需要2000块钱。这几项加起来总共是26500，算上吃喝的话，从孩子一出生那一刻起，花费便是如影随形，常常让年轻的父母捉襟见肘。博主说，这样的花销1年下来根本就存不下钱。博主说，离婚以后，她被婆家净身出户，独自带女儿搬出来了，没房没车，也没有存款。我今年27岁，经历过被出轨、被小三叫嚣、被婆家算计欺骗，最后什么都没争取到。
为了保命，带着年幼的孩子净身出户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租房，边做兼职边照顾孩子，没有任何人的帮衬。刚搬出来的时候无处可去，娘家不能回，在外面租了一个老破小。期间遭遇过半夜被人敲门的恐怖经历，前婆家为了让我撤宿，3番5次带人上门闹，吓得我浑身发抖。我抱着孩子蜷缩在床上，手里紧紧握着手机，当时不知道该打给谁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